烙饼师傅白忙活了，川普又放大招了。4月21日，美国商务部甩出一记重磅炸弹，宣布对从东南亚4国进口的太阳能板产品开征最高达 3521% 的反补贴关税。这不是普通的关税调整，而是直戳中国光伏产业命门的一刀。柬埔寨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这些中国企业苦心经营的转口贸易桥头堡，如今全被川普一脚踢翻。中国光伏巨头们准备好迎接灭顶之灾了吗？先来看看这 3521% 的关税有多狠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，这项关税直接针对柬埔寨的 Honan Solar 和 Solar Long PV Tech 两家企业，税率高达产品价格的35倍。马来西亚的金科能源也逃不掉，面临 41.56% 的关税。泰国的天合光能被狠狠敲了一记 375.19%， 越南的金澳太阳能更是惨到 120%。这哪里是加税，简直是把中国光伏企业的命根子直接掐断。更要命的是，这还不是全部。根据美国海关数据，2024年东南亚4国对美出口的太阳能产品总值达到135亿美元，其中 90% 以上与中国企业有关。而这120亿的出口额背后是数千家中国光伏企业的血汗钱，是百万工人的饭碗。如今川普挥舞关税大棒，不仅要让这些企业血本无归，还要让中国光伏产业在美国市场彻底出局。别忘了，这 3521% 的关税只是开胃菜。川普政府本月初刚恢复了 10% 的普遍进口关税，还叠加了针对越南的 38% 对等关税。算下来，中国光伏产品在美国市场的成本直接翻了好几倍。彭博社的分析一针见血，这波关税冲击等于给中国光伏企业判了死刑。过去10年，中国光伏产业靠着东南亚的转口贸易在美国市场风生水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柬埔寨、泰国这些国家的工厂实际上就是中国企业的海外马甲。根据美国太阳能产业联盟的报告，东南亚4国 90% 的太阳能工厂背后都有中国资本的身影。这些工厂拿着中国政府的补贴，用低得离谱的价格把太阳能板运到美国，硬生生抢下了美国市场的半壁江山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美国从东南亚4国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占其总进口量的 75% 以上，其中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出口额分别达到55亿和45亿美元。而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多晶硅、电池片 90% 来自中国。路透社直言不讳，这根本不是东南亚的产业，而是中国光伏产业的海外代工厂。可现在，川普看穿了这一招，直接用 3521% 的关税把这条路堵死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调查报告，中国政府通过补贴、税收减免等手段，让这些代工厂以低于市场 30% 至 50% 的价格冲击美国市场。结果呢？美国本土的太阳能企业被打得满地找牙 ，First Solar 和韩华 Kexos 的股价在过去2年跌了近 20%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企业还觉得自己挺聪明，以为把工厂搬到东南亚就能躲过美国的监管。结果呢？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直接祭出跨国补贴的大杀器，首次认定中国通过东南亚国家间接补贴的行为违法。这下好了，东南亚的转口贸易彻底凉了，中国光伏企业的曲线救国梦碎得一干二净。这波关税冲击伤得最深的还是中国普通工人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统计，光伏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400万，其中出口相关岗位占了近一半。而东南亚4国的代工厂更是吸纳了超过100万中国工人和供应链相关从业者。
这些人靠着每月2000至3000元的工资养活了无数家庭。可现在3521%的关税就像一把屠刀，直接砍向这些工人的饭碗。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预测，受关税影响，中国光伏企业对美出口将暴跌80%以上，相关产业链的中小企业破产率可能高达50%。这意味着至少60万工人将直接面临失业，200万人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中国光伏企业的利润率本来就薄得可怜。根据彭博社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光伏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仅为12%至18%。现在加征3521%的关税，等于直接把利润吞噬得一干二净。以一个年销售额5000万美元的中小光伏企业为例，假设毛利率15%，一年毛利润750万美元。现在加征10%的普遍关税和3521%的反补贴关税，成本直接暴增，利润瞬间变成负数。这样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能撑多久？别指望大企业能幸免。像金科能源、天合光能这样的行业巨头，2024年在美国的收入占其全球收入的35%以上。现在美国市场一夜之间成了禁区，这些企业的股价已经开始跳水。4月21日，关税消息一出，金科能源的港股跌了7%，天合光能的 A 股直接触及跌停。这还只是开始，华尔街的分析师已经放话，如果关税持续，中国光伏巨头可能面临20亿美元的年度损失。中国光伏产业这些年在美国的爆发式增长，靠的是啥？低价。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报告，2024年中国产太阳能板的平均价格比美国本土产品低35%至55%。15美元一块的太阳能板，3美元一块的电池片，这种价格在美国消费者眼里简直是白菜价。Tmall、速卖通这些平台的套路，中国光伏企业玩得更溜，直接把美国本土厂商挤得喘不过气。可现在关税一来，低价优势荡然无存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算了一笔账，加征3521%的关税后，中国产太阳能板的价格将上涨50%至80%。原本15美元的太阳能板，可能直接飙到25美元甚至30美元。这还不算物流、仓储成本的增加。面对这样的价格，美国消费者还会买单吗？更扎心的是，中国光伏企业想转型都难。过去几年，他们为了规避美国监管，投入数十亿美元在东南亚建厂。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，仅2022至2023年，中国企业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太阳能项目投资就超过30亿美元。可这些工厂的产能80%是面向美国市场的。现在美国市场一关门，这些投资等于全打了水漂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就转战其他市场呗。但哪有这么简单？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，2024年美国占全球太阳能市场的27%，是仅次于中国的第2大市场。欧洲、印度这些市场虽然有潜力，但早就被中国企业自己的低价竞争打成了红海。想在这些市场站稳脚跟，谈何容易？说到底，中国光伏产业这些年的疯狂扩张，靠的是政策漏洞和成本优势。就像在悬崖边上跳舞，风光无限，却随时可能摔得粉身碎骨。现在，川普的3521%关税，就是推中国光伏产业下崖的那只手。国际贸易这盘大棋，哪是喊口号就能赢的？低价倾销、转口贸易，这些套路在美国政府眼里早就不是秘密。现在美国摆明了要赶尽杀绝，中国光伏企业还能撑多久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，这波关税可能导致中国光伏产业损失超过500亿美元的出口额，
产业链上下游的破产潮将在未来1年内席卷全国，60万工人将直接失业，200万家庭将陷入困境。而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中国光伏企业不是没想过自救，金科能源、天合光能这些巨头早就开始在印度、印尼布局新工厂。可彭博社的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，这些新工厂的产能连美国市场的10%都补不上，更别提印度、印尼的物流成本比东南亚高出20%至30%。这不是自救，简直是饮鸩止渴。川普的3521关税，就像一颗核弹，炸毁了中国光伏产业的美国梦。东南亚的转口贸易彻底崩盘，100万工人的饭碗摇摇欲坠，5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一夜蒸发。面对这样的灭顶之灾，中国光伏企业还能怎么办？是继续死磕美国市场，还是壮士断腕转型其他市场？答案恐怕没人知道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场寒冬才刚刚开始。那些还在幻想低价为王的企业，怕是要在2025年的破产潮中彻底消失。中国的光伏产业曾经是全球的王者，如今却被川普一纸关税打得满地找牙。这场惨败究竟要让多少人付出代价？